西游记14第16章，如来无指山。如来摇了摇头，你除了长生不老和72变，还有什么本事，敢说这样的大话？悟空一听，更加得意了。老孙的本事多重呢，72变只是其一，老孙还会驾筋斗云，一个筋斗就是108000里，一个跟头翻过去，你这辈子都追不上。如来微微一笑，哦，108000里，那倒是不济。悟空见如来似乎不太相信，更加来劲了。你不信，老孙当场翻一个给你看。如来摆了摆手，不必，我与你打个赌如何？悟空一愣，打什么赌？如来伸出右手，掌心向上，那手掌看上去不过荷叶大小，五指微微张开。你若是一筋斗能逃出我的右手掌，就算你赢。那时候不用你动手，我亲自请玉帝搬到西方居住，把天宫让给你。悟空瞪大了眼睛，看了看如来的手掌，又看了看如来，一脸难以置信的表情。你说什么？如来重复道：你若能逃出我的手掌，天宫就是你的。悟空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，笑得前仰后合，眼泪都出来了。他指着如来的手掌，上气不接下气地说：你这和尚是不是傻？你的手掌方圆不过1尺，老孙一个筋斗108000里，你让我从你手掌上翻过去，这不是笑话吗？你就是把10个手掌摞在一起，也不够老孙一步跨的。如来神色不变，你只管试试。悟空收住笑声，歪着脑袋想了想，这买卖不亏啊。翻出去了，天宫就是他的；翻不出去，大不了回花果山继续当他的大王，也没什么损失。好，悟空一拍大腿，就依你。不过你说话算数，你能做得了玉帝的主？如来道：我既然说了，自然做的。悟空点了点头，把金箍棒变小塞进耳中，整了整衣服，活动了一下手脚，然后纵身一跃，跳到了如来的掌心里。他站在如来的手掌上，低头一看，那手掌软软的，暖暖的，踩上去像是踩在棉花上。他跺了跺脚，感觉还挺舒服。老孙去也！悟空大喝一声，将身一纵，一个筋斗翻了出去。悟空这一翻，只觉得耳边风声呼呼，眼前云雾茫茫。他翻了一个又一个，不知翻了多少个筋斗，只觉得越翻越快，快得像风车一样，连他自己都有点头晕了。翻了不知多久，他忽然看到前方有5根肉红色的柱子，高高的耸立在天际，撑着一股清气。那柱子又粗又高，一眼望不到顶，仿佛是撑天的巨柱。悟空停了下来，落在一根柱子上，四下张望，只见四周云雾缭绕，茫茫一片，看不到任何其他景物。这里应该是天尽头了吧？悟空自言自语道：这5根柱子，想必就是撑天的柱子。老孙翻到天尽头了，这回如来没话说了吧？他越想越高兴，忍不住在柱子上蹦了2下，手舞足蹈。天宫是老孙的了，凌霄宝殿，老孙来了，那张龙椅，老孙要坐上去试试软硬。高兴了一阵，他忽然想起一件事，空口无凭，得留个记好，否则回去如来不认账怎么办？他从头上拔下一根毫毛，吹了口仙气，叫声变。那毫毛变成了一支大毛笔，笔头上沾满了浓墨。悟空提起笔，在那根最大的柱子上端端正正的写下了8个大字：齐天大圣，到此一游。写完之后，他退后2步，欣赏了一下自己的书法，点了点头。不错不错，老孙这字写的越来越好了，虽然比不上王羲之，但也算是自成一派了。他又想了想，觉得光写字还不够，得留点更有个性的记号。于是他在第一根柱子根下解开裤子，痛痛快快的撒了一泡猴尿。撒完之后，他提上裤子，满意的点了点头。这下好了，字是证据，要是味道，双重保险，如来赖不掉了。他翻转筋斗云，一路翻回去，不一时便回到了凌霄殿外。只见如来还站在那里，手掌还伸着，好像从来没有动过一样。悟空一个跟头翻进如来的手掌里，站在掌心上，双手叉腰，得意洋洋地说：和尚，老孙回来了，你说的话算不算数？如来问：你去了哪里？悟空道：
老孙翻到了天尽头，见到了5根撑天的柱子，还在那柱子上留了记号，写了齐天大圣，到此一游8个大字，还撒了一泡尿作证，怎么样，服不服？如来微笑着说。你且低头看看。悟空低头一看，顿时傻了眼，只见如来的右手中指上清清楚楚的写着8个小字，齐天大圣，到此一游。而在大拇指和食指之间的缝隙里，缓湿漉漉的散发着一股熟悉的骚味。悟空的眼睛瞪得比铜铃还大，嘴巴张的能塞进1个拳头。他揉了揉眼睛，又揉了揉眼睛，再看，没错，字在他的手指上，尿也在他的手指上。这不可能！悟空结结巴巴地说。我明明是在天尽头的撑天柱子上写的字，怎么会跑到你的手指上？你使了什么法术？如来笑道。你何曾离开过我的手掌？你那10万8千里的筋斗云，不过是在我的掌心里翻了几个跟头罢了。悟空哪里肯信，他跳起来叫道。胡说！老孙明明翻到了天尽头，你再让老孙翻一次，这次老孙翻得更远。说罢，他纵身又要跳。如来脸色一沉，翻掌一扑，5指化作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5座连山，唤名五行山，朝着悟空当头压下。悟空猝不及防，只觉得一股无穷的大力从天而降，压得他喘不过气了。他想变大，山也跟住变大；他想变小，山也跟住变小；他想用金箍棒把山撬开，可手被压住了，根本抽不出来。轰隆一声巨响，五行山稳稳当当的落在了地上，将孙悟空结结实实的压在了下面。尘埃落定，众雷将和阿傩、迦叶围上前来观看。只见那5行山高耸入云，5座山峰分别呈现青、赤、黄、白、黑5种颜色，对应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5行。山脚下只露出一个猴头和一只右手，正是孙悟空。悟空被压在山下，动弹不得，但嘴里还是不肯消停。如来，你这个骗子，你说打赌的，怎么说话不算数？你这是耍赖，你这是欺负老实人！如来站在云端，居高临下的看着他，微笑道。我何曾说话不算数？我说你逃不出我的手掌，你果然没有逃出去。我说你逃不出去就下界为妖，你现在不是在下界吗？悟空气得直翻白眼。你这是强词夺理，你这是文字游戏，老孙不服，有本事放我出来，咱们再打过。如来摇了摇头。你已经没有机会了。他从袖中取出一张帖子，上面写着6个金字：阿玛那巴咪吽。他将帖子交给阿傩，吩咐道：把这个贴在山顶上。阿傩领了帖子，飞到5行山顶，将帖子贴在一块4方石上。那帖子一贴上去，整座山立刻生根合缝，与大地连为一体，再也无法动摇了。悟空感觉到山又重了几分，压得他骨头咯吱咯吱响，不由得哎呦哎呦的叫了起来。如来又念动真言，召来一方土地神祇和5方揭谛，吩咐道：你们在此看守这猴子，太饥了，给他吃铁丸子；渴了，给他喝融化的铜汁，待他灾迁满日，自有救他的人来。悟空被压在5行山下，只露出一个头和一只手。他挣扎了一阵，发现完全动不了，只好放弃。土地和揭谛领了法旨，隐身在山中看守悟空不提。下一集5行山下的反思。